天的科普医美新知。请问脂肪移植增加存活率的新概念？脂肪移植自从20年前，Coleman 他是脂肪移植的大师。20年前他发明了一个方式，从此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抽脂的一些问题。我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听有人抽脂死掉，现在很少听到，就是因为他这个方法。已经越来越进步。那后来从抽脂衍生这个脂肪抽出来不要浪费啊，我们就把它打到身体一些地方。比如说以前大家会想说，这个脂把它打到胸部会不会造成癌性病变这些啊？这个研究已经非常的透彻了。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2019年甚至2020年初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其实它统计很多，他们可以很确认的说，抽脂填胸它的安全，即便有些人他有些钙化状况，它都不会造成他有任何癌病变，所以它相当的安全。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还有一个议题也是大家很有兴趣，就是我们脂肪移植怎么增加它的存活率。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脂肪移植有兴趣，我之前有讲了好几篇关于脂肪移植，包含我们从获取它到怎么纯化它，到怎么去施打它，它每一个步骤的关键是什么，你要注意什么。这个在我们之前影片也都有。电视提醒大家，比如说光是脸每个位置的存活率是不一样。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比如说越靠近嘴巴，你看讲话我嘴巴一直动，你在吃东西，你有时候喝热的，有时候喝冷的，越靠近嘴巴它存活率越差，所以最差的是嘴唇，然后法令纹也是比较差，所以不同的部位它存活率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我们在拿脂肪的时候，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越快越好，你要用低压低速很仔细的去把这个脂肪弄出来，而且每个部位施打的量绝对不能太大。好像有些人填胸部一下，哇，填得好大，哇，里面脂肪都死掉了，没有用。填脂的时候，你要是多平面、多注射面，然后它才会均匀，存活率才会好，而且要搭配脂肪枪，很重要。因为用手打1cc 的脂肪，你手轻轻推一下就没了。可是这1cc 我们用脂肪枪打，我们要打120次，那个脂肪才会打出去，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打出去的点都要很精细，那当然它存活率就会好。我们一直在想，你脂肪到底打在哪一层，它的存活率比较好？你要打在皮肤里面，还是要打在脂肪层里面，还是你要打在肌肉里面，还是要打在深层脂肪点？哪一个地方它的脂肪存活率最好？什么意思？它的深度非常的重要。那这深度又涉及到一件事，你打的浅有可能会造成它下垂，但是你打的深，它是活不了，怎么办？所以就做了一些研究。那简单讲，在早期很多人说它打在肌肉里面，肌肉血管供应丰富啊，它脂肪存活率应该比较好。可是事实上发现，打在肌肉里面脂肪存活率是很差的，因为你的肌肉运动，是不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像嘴巴周围动的地方，像眼窝动的地方，它通常也很难活。越常运动的地方，它越难活。还有，如果你来补额头，你抬头纹一直动，你的脂肪会很难活。尤其是补额头哪里最难活？这一区印堂，因为印堂很多人不由自主会皱眉。当你在皱眉的时候，印堂就会凹，还有眉头上面这两边也会特别容易凹，因为这里是我们皱眉肌它尾端的地方，它一收缩的时候，这里一牵扯，这里就会很难活。就做了一些研究啦。如果我们这些施打的部位，边就打生理食盐水，另外一边一模一样的位置是打肉毒，好残忍对吧？然后后来就叫我们回来观察，发现我两边脸真的不一样当然就很惨，另外一边又再补一次啊。对啊。但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有打肉毒的那边，它效果会特别的好。为什么它效果会特别好？一个是因为它让你肌肉不要一直过分收缩，你的脂肪就不会被肌肉夹死。还有一个，他们发现肉毒它会增加血管去供应脂肪的可能。可是剂量很重要，剂量太多没有这个功能，剂量要刚刚好，它可以额外因为这样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刚打完到3个月的时候，哇，这个脂肪的存活率差了快1倍。不只是脸，比如说我们要填脸颊凹，合并打咬肌的肉毒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抬头纹可以增加脂肪存活率，打鱼尾纹可以增加太阳穴的存活率。没有想过吧？填胸部合并施打肉毒也可以增加胸部的脂肪存活率。我们胸部这个地方，当然女生都只注意到前面这个，可是事实上它下面是有胸肌的，胸肌还分大胸肌、小胸肌，尤其是大胸肌一收缩一直收缩的时候，脂肪就很难活了。所以我们在填脂的时候，合并大胸肌施打肉毒一样可以增加脂肪存活率。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吧？这些都是一些近期的研究。黑色是没有合并肉毒的施打，它后面的脂肪存活率是这样。你有合并肉毒的施打，它的脂肪存活率差异这么的大。再来就是说，额头合并肉毒，它可以明显的减低凹凸不平。因为抬头纹它是横向的直条，如果你在填脂的时候，你没有填脂之前或填脂之后去打肉毒的话，它一收缩，它有时候就会一条一条的，那就增加它凹凸不平的几率。睾牙痒，它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在以前，大家对睾牙印象就是糖尿病的人的伤口愈合不好，
或者是有些外伤或者手术，它本身伤口愈合能力很差的时候，我们用高压氧就可以让上皮细胞赶快长过去，就可以让这些细胞它修复得更好，可以让这个血管长得更好。那它可不可以让脂肪重力增加？这个研究是肯定，这个是很新的论文。他们发现一件事，停完脂之后再去做高压氧，然后他们就去比对测量你有做高压氧的那个地方脂肪层的厚度跟没有做，两个是不一样的。像脸部你做完全脸填脂，进去弹高压氧出来，你那个水肿会退得很快。现在更进一步证明，做高压氧不仅可以快速消水肿，它还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当然，这个就是要像我们这样有高压氧的诊所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PRP 是抽我们的血，但是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们只是抽10几、20 cc 而已。为什么叫 PRP 呢？因为它里面富含了这5大类的生长因子。这个生长因子在过去我们那块伤口上，或是烧烫伤的病人，你用上去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你把这个东西混到脂肪移植里面，也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那这些新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借由这样的方式，那可以让你脂肪的存活的状况更好。如果你的脂肪对你很重要，我们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大幅增加你脂肪的存活率啊，这些都是确实研究的，而不是一些话术，或者是有些人他用这种方式来招揽客人。我们的节目会不断的把一些正确的知识跟真正的一些医美跟整体上面真正的新知，而不是话术或是销售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因为如果你被一些太过商业的行为做了一些没效的东西，你就有一个感觉，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好，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哦，就是所谓的脂肪转位。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听过，那脂肪转位跟脂肪移植有什么不一样？所谓的脂肪移植，就是从肚子里面抽一些脂肪出来。所谓抽一些脂肪，就是用一个管子，可以把我们里面的脂肪细胞一颗一颗这样把它抽出来。抽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放在针筒里面，然后就像打玻尿酸一样，把这个脂肪打到你要的位置。比如说什么，打在苹果肌啊，打在额头，打在太阳穴啊，打在下巴，打在鼻子，或是打在胸部，这个叫做脂肪移植，就很像我们人会移民一样。那这个脂肪呢，从这个地方移植到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人从这块土地移民到另外土地，有些人会水土不服，有些人会住的不习惯，他适应不良，他就不想住了，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存活。所以脂肪移植就是所谓的存活率。那每个地方它的存活率是不一样，这里面涉及到你取脂的技巧，涉及到集脂的技巧，涉及到把脂肪植入的技巧。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脂肪移植，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脂肪转位。大家有一个概念，脂肪大概都是皮肤下面的脂肪，叫做皮下脂肪。可是我们的脸不一样，我们脸的脂肪它有2层，浅层的脂肪叫做皮下脂肪，深层的脂肪叫做脂肪垫。皮下脂肪就是像一颗一颗的颗粒这样，那脂肪垫不一样哦，脸上这些脂肪垫就是一球一球、一坨一坨的。就像这个球一样，是一个比较 Q 弹有弹性，跟我们皮下脂肪不一样。皮下脂肪就是一些比较松散、比较软的组织。但是深层的脂肪垫相当有弹性。其实转位这个概念在医学上它常常用，只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什么叫转位。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在开头颈部癌症的时候，他把癌症切掉，然后他可能脸上缺了一块，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叫做皮瓣的转位，把一些脖子的肌肉转上来，转上来，就很像是一个旋转的概念，好像我们把这个东西转了一个角度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概念呢？我刚刚说到脸部深层的脂肪，它跟我们浅层的脂肪不一样，浅层脂肪就是一颗一颗的脂肪细胞，深层脂肪它是一球有韧性、比较有弹性的脂肪组合在一起的。你可以讲就像这一坨东西一样。深层脂肪存在哪些地方？我讲一些例子，可能大家知道。好，眼袋，它就是坨深层的脂肪，因为在深层脂肪表面的眶隔跟肌肉松弛了，所以里面深层脂肪它就凸出来了，这就叫做眼袋。在过去，眼袋的处理就是把它拿掉，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喜欢做脂肪转位手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眼袋的时候，我们会故意把这个眼袋的脂肪在后面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筋在这里，而不是直接把它看它剪掉拿掉。我们把这个眼袋，我们不会把它直接剪掉，我们故意留一个筋在这里，就可以把它从凸的地方把它移到凹的泪沟。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做，这个筋它提供它养分，脂肪移植就是脂肪完全从原来的地方移除掉到新的地方。那这个它还有留一个柄跟原来的位置相依存，所以它养分的输送会更好，存活率会更好，然后之后的效果也会更好。所以脂肪转位跟脂肪移植是不一样。所以这里听到一个重点哦，这种深层的脂肪它有这种特殊的应用，叫做
脂肪转位。那我们脸有没有其他部位可以这样子做呢？就是我们的甲脂垫，就是我们其中一种嘴边肉就是甲脂垫构成的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脸的皮肤，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这层是筋膜，里面这一坨就是我刚刚说的深层的甲脂垫。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嘟嘟的很可爱，可是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它就变成嘴边肉。很多人他在随着年龄的时候，他这多了一块嘴边肉，而脸颊是凹的，就是因为他这块甲脂垫从这里掉到了这里，所以这里凸出来一块嘴边肉，这里凹下去。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如果嘴边肉打消脂是打完之后，你就算这个脂肪被你消，你这个地方只是更松而已。你要做的应该是要把它复位，把它转位转回去。在过去我们在手术拉皮的时候，的确是可以把这个甲脂垫从这做一个转位的手术，就把你凸的移到凹的。那现在在我们2代八字线里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也可以做到把甲脂垫做一个复位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脂肪转位的一个概念。还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运用？有，在我们的双下巴，有一些人是因为浅层的皮下脂肪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的双下巴是源自于深层脂肪垫。我们的脸跟脖子一样，它有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这个脖子深层的脂肪垫也是像一坨非常强韧的一个脂肪，所以你去看哦，有些人他的双下巴摸起来是这种松松的，然后有一些皮下脂肪。那有些人他摸的时候 QQ 的，因为那种 QQ 的，它的问题就是出在深层的脂肪垫。如果你只是照一般的微整形，它其实是很难处理的好哦，因为它在深层，而且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血管。所以它不适合做单纯的抽脂，做单纯的微整形。那我们现在做这种特本线手术，它的方式就是这个地方用一个大概3公分的伤口，就很像是我们在做下巴假体。有一个3公分的伤口，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事哦。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多的皮下脂肪去掉；第二个，我们可以把筋膜收紧；第三个，我们一样可以做一个特殊的技巧，我们把这深层的脂肪垫做这样的一个转位，我们可以把原本的双下巴做完上来，变成你自己的下巴。那这种下巴它的存活率高，而且它很自然。而且它摸起来是 QQ， 可以延长你的下巴，收紧你的皮肤，可以收紧你的筋膜，可以改善你的下颌线，一举多得。所以这个手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术，因为它可以一次改善很多的问题。那这也是一个深层脂肪垫转位的一个应用。好，眼袋的位置在这里，它凸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转位的动作。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做类似这样的概念，是哪里呢？是这里，在眉毛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眉弓脂肪垫在这里。这眉弓脂肪垫它也是属于深层的脂肪垫，当它随着年龄它慢慢掉下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凹下去，这里就会凸出来，就像脸颊一样，这里有凹就会凸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用2代八字线，还可以把这个深层脂肪垫提上去。第一个好处是你的眉毛往上了，你的眼皮就没有那么眉压眼了。第二个好处是下垂的眉弓脂肪垫上提了之后，这里就不会那么厚了，然后原本凹陷的眉弓也同时会改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深层脂肪垫的转位。今天跟大家讲了几个例子。叫做脂肪转位的技术，它是运用在深层脂肪垫转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位置。你可以把眼袋转到泪沟，你可以把双下巴转到下巴，你可以把你的嘴边肉转来改善你的脸颊，你可以把下垂的眉毛拿来改善你的凹陷的眉弓。我想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的方式，那今天介绍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